日家族的后代。看到芭蕾舞要下跪，难道赖清德是沉默的荣耀吗？新田赖氏的族长叫赖炳坤，创建了一个天利直木厂，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到底赖清德是青鸟还是通共？赖清德不是商人，不是州人，是下族人，太蠢了。难怪他可以打掉杂质，因为他是真正纯种华夏人。所以你还说他不是沉默的荣耀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到底赖清德是不是中国人？台独说他们不是中国人，你觉得他们就不是中国人吗？赖清德是不是中国人？不是他说了算，是他祖先说了算。馆长跑去找了当地的赖氏宗亲。其实每一次台湾那边的开州，赖清德他都参加。桃园市赖氏宗亲会的会长赖水正，他每年都回来这边祭祖，组团带一些年轻人过来，所以他也不敢不承认他不是赖家人。就是这话就是中国人，这就是过去，应该是14世就过去啊。我听呢，这个讲当时是去金陵过片，后来他们就去新北市万里区那边打工。他说他哥哥就是赖清德的父亲呢，他是去当矿工，后来出事了，好像30-40岁就去世了，32岁。但是他还是承认自己的祖宗在大陆，在我们新田赖氏。还有这个姓陈是赖清德的亲舅舅，他在1992年的时候就回漳州华安县那边勤耕业主，还为那边监督公益事业，说明他舅舅也是中国人，认祖。他舅舅是中国人，他总不可能不是。对，他舅舅也是中国人，他现在也是中国人。其实我们到这边回来勤耕业主的人很多了。这边叫赖信元，他是陆委会的主委。哇塞，赖信元他是马英九时代的陆委会主委，他本身是台联党蔡英文的好姐妹。我的天，我真没想到，这也太神奇了。赖信元也是他们家的人，他是当主持人也回过我们新田来这边拜祖，这是潘新楚带他过来的。我的天，太 funny 了！你知道为什么要切交流了吗？让你交流知道这些事情还得了？我说实在的，后面这一排赖氏宗亲真长得跟赖清德有够像，真的很像。但他隔壁那个最像，像到炸裂！你看他们家的鼻子都长这样，根本是复刻出来的。还有眉框也很像，他们都属于圆眉，有没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基因真是很可怕。他们是新田赖氏家庙。那个好叫叫另外姓罗，那么姓罗就是中国人，你去姓法姓罗就是中国人吧？世世代代赖家的祖姓，不孝之人罪逆天。所以说，如果不承认祖宗，如果不承认祖国，那就是逆天之罪。所以说，他们的根都在我们大陆，所以说离不开这个根。如果这个根断了，它是会枯萎的。所以说，一定要养祖国大陆这条根。你看到1998年，他们有认定的，所以这个赖清德不要赖中国大陆，他们历史都保留好好的。赖氏家庙和新田宫2处古建筑。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修补，现在台湾中心那边也组织了一个修补理事会，在配合我们，要把新田赖氏所有族谱都修好。闽南的地方家庙的风气是非常兴盛的，因为闽南械斗多，所以宗族组织相当的重要。还有因为闽南这个地方的特色，8山1水1分田，田土相对比较少，所以在维护各家的利益上面的时候更需要抱团，所以他们都有修建宗族的庙、主厝或者是公祀。台湾跟闽南地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比较少陈家村、李家庄之类的，因为台湾是移民社会，各家族虽然都是家族集体移民过来，但是同时会有好几个家族移民过来，所以形成的个性是混居的状况。但是在大陆历史上，尤其在5代之后，闽南地区有比较长足的开发。那当时闽南地区的开发很多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从华北战乱区逐步的跨过长江之后，就移入到了闽南地区。因为到了唐代安史之乱之后，一定程度的促成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开发。当时就修了不少的军事的一些要道跟动线，也把原本受到了包括武夷山、南岭等山脉山系切割的交通动线给打通了。这些道路唐末黄巢之乱从江北甚至绕到岭南去了，也在泉州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当时流民就到处跑路。可是相对来说，江南地区尤其福建、两广这些地区因为山脉阻隔更加的多，所以相对不宜行军，在军事的规模上，还有在当地的军阀，它呢控制力比较弱，老百姓活得相对会是比较好。所以为什么在闽南地区会形成这么多以一个宗族为核心的这种村庄，而且甚至有时候成片的？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外姓人士。那这样子主要就在晚唐到5代的时候就大规模形成，所以到了宋代，为了要重建基层的宗族组织跟对国家的一个统治的需求，所以就以一家一姓为一个核心，重新去建构宗族组织。最有名的就是范仲淹，从那个时候起，大规模的寻常百姓修建族谱。所以为什么这些家谱家系很多都可以追逐到宋代的时候？所以赖家的族谱至少宋代以降，那是非常具有可信度的。
到底赖清德是青鸟还是通共，快分不出来了。赖清德家是抗日后代，民国时期，新田赖氏的族长叫赖炳坤，他是一个开明的人士，他创建了一个天力子木厂，为抗日战争做了很多贡献。在天力子木厂建厂10周年前夕，他就委托他的儿子转给毛主席一封信，请他为天力子木厂题词。毛泽东就欣然为他题了词，叫“造成生产战线上好模范，战胜日寇”。为天力子木厂题毛泽东，笑死！这赖清德不是看到八田鱼要下跪，人家他在大陆上的宗亲们看到日本人是直接 fighting， 还 fighting 到被毛主席题字。难道赖清德是沉默的荣耀吗？原来最近推出沉默荣耀是大陆在暗示我们吗？小心同志已经潜伏在台湾人身旁了，抗日家族的后代。根正苗红，深海同志赖清德、赖氏家族经多年之潜伏，终于逐步开花结果，把台湾给弄烂弄臭，以利将来红色统一之需求。所以，如果未来有拍《沉默的荣耀》第2集，深海同志赖清德，难怪会讲出并购说，越来越不意外的是吧？太可怕啦！这太夸张了！现在在 Google 上面被打马赛克的赖皮佬，竟然在馆长去到的漳州新田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原始版本。所以不要再封 Google 了好吗？2018年的时候，我们还专程到了台湾的赖皮寮。当时我们组团到那边去拜访他们，跟他们的叔叔还有他们婶婶他们交谈。他那个时候是行政院的负责人，所以我们跟他交谈的时候，他的叔叔也告诉我们，我们家就在漳州平和，他早就知道他们就是我们平和新田人。他婶婶也认定了吗？对啊，他还跟我们一起合照，这样。靠，这太浮夸了！是怎样？两岸同属一赖原则，一赖原则不容否定。赖清德的家世怎么来的？赖清德他的父亲赖朝金，他们那一代人并不是在万里金山土生土长的，他是从云林县古坑乡移过来。古坑乡他们姓赖的有2个堂号，一个叫平和堂，一个叫新田堂，受不受教？那在确认他们是在明朝皇帝同治年间，漳州选举家迁到了云林来的。那因为我们知道早期台湾开发史，泉州人比较早来，那漳州人比较晚来，所以他们只好往平原比较靠山的地方。他也是南龙溪，所以他们到赖清德4、5代，赖家在漳州几乎都集中在平和县，所以他们叫平和堂来。那平和县为什么叫新田堂？因为这新田村在板仔镇，板仔镇很特殊，只有2种姓，大多数一个姓林，一个姓赖。所以台湾姓赖的大概10个有6个以上都是从那边来的。而且问题来了，很多民进党都觉得我们是闽南人，我们血统跟汉人不一样，我们就来问，这姓赖的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追索，因为有历史文献，原来这一代的人，包括姓林的、姓赖的、姓陈的，一大堆人都是跟随陈元光将军在唐朝的时候从河南光州固始县搬来的。更有趣的，姓赖的怎么会出现在河南光州？查历史文献，他们是从随州来的。那什么时候搬过来？春秋时代搬过来，因为当时在随州那个地名，以前的名字叫赖国、诸侯国，那赖国是被楚国给打垮了，所有的赖国的家族全部都往河南搬，那土地就被楚国给占走了。这个诸侯是谁封的？周朝国王封的。那为什么周王会封这个当诸侯？原因周王认为他们是夏朝的子孙，不管是不是真的，反正周王认为他们夏朝的子孙。本来住在哪里？在山西运城县。讲个好妙的事，山西运城县有一个陶氏遗址。4300年前的城，那大陆人好像没事干了。2020年不是有诺贝尔奖医学奖得主叫珀博吗？他可以从几万年前的骨头把 DNA 萃取出来，然后他们就用这套 DNA 去萃取陶氏古城的骨头的 DNA， 不查则也就算了，一查跟现在的汉人一模一样。所以我们确认一件事情：台湾姓赖的，包括赖清德，还是真正的华夏人，真纯种华夏人，这太纯了。所以赖清德如果要建国，应该要回到山西运城，那祖宗之地，阿德该回家了。就算不是山西运城，那也应该到河南去，对不对？和河南光州。所以你还说他不是沉默的荣耀吗？真正意义上沉默的清德，真夏人，不是商人，不是周人，是夏族人。你看人家背负的4000年中华使命，华夏大地之复兴，经过了几千年、数百代的传承下来，终于来到了台湾。经过了这么多年努力，终于当上了总统，难怪他可以打掉杂质，因为他是真正纯种华夏人，我们都还是混种。像我们家本家是李唐王室的后代，李唐王室有大量鲜卑人血统，我真是杂质，怎么会这样？天哪，真的是大杂质，太糟糕了。